大家好，我是妮妮家的汉堡。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普森一家》第19季第7集。要是有哪个地方是小孩子的聚集地，那就一定要说漫画店了。小新也在其中寻找感兴趣的漫画书，连续过滤掉好几本，终于发现了自己感兴趣的臭名昭著的金刚狼。眼镜仔凑了过来，为什么这个争议这么大呢？正说着，小新把书翻开，里面的爪子划伤了眼镜仔的脸，这小家伙当时就哭了，滴滴泪落在了漫画书上。然后漫画男走了过来，说他的眼泪将这本漫画书弄脏了，让眼镜仔必须将这本书给买下来。小新有些生气，觉得漫画男对他们太苛责了。然而他的话并没有让漫画男态度好转，反而阴阳怪气地说他们可以去别处买漫画，比如干洗店、床上用品店。他就是欺负孩子们只能在这里购买漫画，却不想对面新开了一家书店。于是孩子们一窝蜂都跑去了对面。书店老板马洛接待了这些孩子们，进去之前还给他们分发了日本面糖，伴随着一首韩国的流行曲，孩子们冲进了书店。这里十分宽敞，不仅是书、玩具、游戏机一应俱全，图书种类众多，连辛小妹也很惊讶。比如她现在手里的这本就只在高中的语法课上听过。一个小男孩带着狗子，打算从黑兰花帮救出比利时大使，然而还没走出城堡，地面突然一阵猛烈的颤动，城堡的外皮剥落，内里竟是一枚4级火箭。还没看到后续故事的发展，辛小妹就一不小心撕碎了书页。马洛走过来安慰小姑娘，不要紧的，这些书本来就是提供给大家阅读的，是用来享受而不是用来储藏，也不是必须要把它们都给卖出去。孩子们听到他的这些话后钦佩的不得了，都说马洛太酷了。听到同伴们的夸赞，小新却没有人云亦云。让我来看看你对超级英雄了解多少。面对来势汹汹的小新，马洛毫不惊慌，放马过来吧，谁更强大，巨岩还是绿巨人？马克轻松一笑，拿起一旁的书讲解道，绿巨人曾把巨浪踢到太阳上去，而巨岩曾背起了芝加哥熊队，这确实是相当难以抉择。马洛询问小新会怎么选择，得知这个人竟然想倾听自己的意见，还愿意探究漫画里出现的东西是否是真实的。小新现在是彻底被马洛征服了，都完全不记得以前跟漫画男好的时候了。自从这家书店进入了春田镇，兄妹俩就找到了一个固定去处。这天新妈送走了他们，站在神奇女侠立牌身后逗小新玩。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好身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新妈自我安慰道，不能和广告立牌做比较。这时混混小白说，你比很多超级英雄瘦多了，比如地震女之类的。另一个混混忍不住皮了一下，说还有小白的妈妈。然后这3个混混又开始打了起来。新妈突然也觉得或许自己该减肥了。书店正在举办签售会，到场的作家都是辛小妹喜欢的艾伦·摩尔、阿特·斯皮格尔曼、丹·克洛。他对丹说自己对幽灵世界的女孩们感同身受，是他们的出现让他意识到自己并不孤独。但是丹只是机械的签了名，随意附和了2句。接着他又问辛小妹认不认识蝙蝠侠的制作人，因为他非常想画那幅漫画。丹还向辛小妹展示了他画的蝙蝠侠腰带。小新来找的作者是艾伦，因为他画了小新最喜欢的放射性人。艾伦并没有因为他的画感到高兴，反而质问小新他所喜欢的是不是就是一个无放射性的爱爵士乐的瘾君子。小新完全不明白艾伦的意思，因为他喜欢的是主人公做人的样子。这时眼镜仔走了过来，请艾伦在他的监视者宝宝 DVD 上签名，还问他喜欢的是哪一个宝宝。他的话刺激了艾伦，瞧瞧那些公司都做了些什么，不仅窃取了你的想法，还吸干了他。一旁的阿特说话了，让艾伦冷静一点。闻此艾伦叹了一口气妥协了，然后拿出小露露看了起来。这边的矛盾告一段落，那边的争端又起来了。漫画男推门而进，来势汹汹地指着马洛，对孩子们说这人和他们不是一伙的，因为他有女朋友。他的女朋友草莓此时也在书店，他大大方方地向孩子们介绍了自己，女孩们看起来还挺喜欢他。见一击不中，漫画男又说还有一个重磅消息，那就是他的店里现在出售忍者武器。他这样的做法震惊了马洛，你卖武器给孩子们那不管用。小新也在一旁附和道，接受现实吧，过期佬，这个人才是我们镇上应有的漫画男。漫画男见这些孩子没有回心转意，直接恼羞成怒，掏出武士刀就在店里大肆破坏。最后3位作者出马制服了这个破坏分子。决定减肥之后，新妈来到了一家健身房，介绍人告诉她一切运动都有教练带领，而且像新妈这样的妈妈一族还可以和孩子一起打跆拳道。看着那些生猛的孩子一个飞踢就将妈妈掀翻在地，新妈就觉得我还是一个人跑会儿步吧。没想到这个跑步机存心跟他作怪，要么就是上坡，要么就是下坡，都没有一个正常一点的模式。然而一看旁边的人，2对男女竟在上面跳了起来，他们彼此之间配合的默契无比。新妈都被打击的没信心了，就想着还是去冲个澡吧，谁知竟然引来了众多人的围观。普通男孩告诉他有个脏的地方没洗掉。经历了这一场社会性死亡之后，新妈是再也不愿意去这个健身房了。她由衷的希望能有为普通女人定做的健身房。这时她看到了已经关门大吉的漫画店，也许她可以试着办一家这样的健身房。不久之后店面就装修完毕了。新妈在墙上张贴了一个规定，没有男士，没有手机，没有镜子，没有羞愧。辛爸倒是一贯支持妻子，但他并不会觉得有女人会不希望男人来评价自己。没想到一打开门，外面就已经排起了长队。辛爸退了回去，告诉老婆我们要发了。之后辛妈的健身房生意蒸蒸日上，去过的朋友都说好，
亲小妹作为前台负责接电话，她告诉妈妈，每项训练都已经预定了好几个月了，是时候开第2个塑形店了。下一个被取缔的是小丑的快餐店，他坐在阶梯上失声痛哭，不相信劳务委员会关掉了自己的店。不过这也很正常吧，无论从食材还是对员工的态度，他的店都非常不合格。随着新妈的事业欣欣向荣，无数的杂志上都出现了她的身影。这天，新妈参加了一个访谈节目，但这个节目不是很靠谱，主持人不知道该怎么与新妈对话，只得用布谷鸟时钟安抚观众，把新妈弄得莫名其妙。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辛巴躺在酒店的床上，别提有多享受了。亲爱的，我真喜欢跟你一起出差，这里真是一个度假胜地。辛巴左手冰淇淋，右手虾，睡在躺椅上，他现在才知道吃软饭到底有多么快乐。这时旁边一位帅哥也附和着，对呀，没有什么比得上这种快乐了。这位帅哥又叫来了其他几位，让他们都来见见这位新晋的软饭男。辛巴毫无愧色地向他们介绍道，我叫 Homer， 我老婆开了一家女人专用健身房。其他几个男人也介绍了自己的妻子，其中有个发明的速瘦丸，辛巴还买过。那人说，不坑你们这些冤大头怎么开宾利。辛巴说自己还没想好买什么车，那些人让他快点做决定，因为感觉他老婆也要换新型号了。还说随着老婆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们就会甩掉原来那个又肥又老的糟糠之夫，然后去选择包养他们。辛巴不相信，觉得妻子绝不会抛弃自己。墨镜帅哥告诉他，这能寻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他开始涂脂抹粉，穿着华丽，再也不想跟你说话，还充满活力。辛巴虽然嘴硬，但身体却很诚实，慌忙跑回了房间去找老婆。一进门就发现他正在打扮自己，但辛巴还是决定再试试第2条，就问妻子今天过得怎么样。辛巴虽然一开始假意推脱，但之后就认认真真给辛巴讲起了自己的经历。然而辛巴的注意力已经飞到电视那里去了，辛巴也懒得讲，转身就要离开。辛巴抓住最后的机会问妻子开心吗？活力充沛吗？辛巴给了他一个肯定的回答。当然这个词对辛巴来说如同晴天霹雳，他一边哭着一边收拾东西。晚会上辛巴正与人交谈，有位女士说辛巴现在有钱了，该换个包了，但辛巴觉得这个旧的他已经用习惯了。辛巴只听了半截话，就以为那些人在劝辛巴甩了自己，冲过去就阻止那些人继续说下去。辛巴的胡闹惹恼了辛巴，她扔下丈夫去了洗手间，见自己闯了祸，辛巴害怕极了，忙向一旁的帅哥3人组求救，说辛巴要离他而去了，他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黑头发的小黑将他叫到一旁，说自己本来是原配丈夫，之前也是又丑又胖，这一对比，辛巴觉得自己知道该怎么留住妻子了。辛巴来到医院，医生向他讲解了胃绕道手术，他们会在辛巴的胃上绑上松紧带，这样一来，任何固体的食物就不能进入胃部。这个手术存在风险，但辛巴很坚持，于是医生就说那就开始吧。辛巴知道怎么才能最快的麻醉自己，那就是看一眼做手术的账单。做了手术后，辛巴进食都从狼吞虎咽变成了细嚼慢咽，他现在吃什么都必须用破壁机打碎。直到深夜，辛巴才结束一天的工作。当他看到卧室被布置得如此浪漫时，着实吓了一跳。今夜的辛巴也格外贴心，不仅小嘴跟抹了蜜似的，睡衣下面也没了肥肉，但在辛巴没有看到的背面，其实都是不堪。等到老婆要看背面时，辛巴又将肉挪到了正面。关了灯之后，他那些肉还被辛巴当做了旧毯子，这样糟糕的经历实在太痛苦了。辛巴找到了医生，表示要做全方位的整形手术。另一边，市长给辛巴开了表彰大会，为了奖励他，还颁发了100块钱的购物卡。这时，辛巴冲到了台上，此时的他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他先是问人们看不看猛男，然后就脱下了外面的风衣，皮肤裸露在外面。辛巴觉得这些填充物弄得自己很痒，医生适时出现给他解释了一下，医院的硅胶用完了，所以现在他的身体里塞的是臭袜子。只见辛巴一用力，里面的形状就显露了出来，然后他就被镇上的人们都当做了怪物，他们拿起钢叉就要将辛巴就地正法。慌乱之中，辛巴抱起妻子爬上了钟楼，只剩下他们2个人了。辛巴说出了心里话，我理解你想要变得更帅的心情，但事实上我事业太有成了，我要找个最正点的老公。辛巴哭了，说自己不能没有他。不料辛巴下黑手，将他从钟楼推了下去。即将落地的瞬间，辛巴从梦中惊醒，他很奇怪自己怎么还是原来的样子。辛巴说自己已经知道了他要疯狂整形的事儿，她不同意丈夫这么做，而且让医生松开了她的胃，还轻抚丈夫的头，你还是我以前爱的那个男人。原来刚才那些可怕的事都是梦。不过辛巴也吸取了教训，那就是整形手术尚不完善，完善之后再去做吧。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咱们下期再见，拜拜。